我今天点了一瓶顶级红酒，你喝不完不准走哦。你个八婆，给我出去！你干什么？那个八婆的账我一定会跟你算，但是我今天来不是跟你说这个。你想说什么？我已经找到佩剑在哪儿。找到又怎么样？那臭小子不肯娶黎曼玲，有什么用啊？如果我告诉你我有办法呢？我真是没想到臭小子会听你的。我万珠沙华要做的事，怎么会做不到？你这样对他，就不怕臭小子耍脾气，一走了之？儿子是我生的，我会不了解他的性格。我要做的事已经做完了，你答应我的事呢 ？Candy， 我送去澳大利亚了，他以后不会再回来。我明天会跟会计部说，以后把万华盛世、饮食和零售2家子公司所有决策权交给你管理，不需要等我批准。好，但是我要你找何律师拟定一份合约，我要你签名作实。OK。你们慢慢聊，我先回房间。怎么这么晚过来，不先打个电话给我？什么事？我问你，所有事情都是一个局。其实你从头到尾就没想过让佩坚和海玲结婚。你怕他们对你有戒心，不相信你，就利用我骗他们回来，是不是？是啊，只要佩坚和黎曼玲结婚，我们2家就可以一起合作赚大钱，双赢。有什么不好？佩坚是你的亲生儿子，你怎么能这么自私？为了利益，连自己亲儿子的幸福都可以出卖。哎，你不要乱说。我们这个家将来所有东西都是留给佩坚的。我不知道多爱2个孩子，我不像你，只偏心一个。你有没有替海玲想过？万一她想不开做傻事怎么办？你明知道佩坚这么爱海玲，你让她下半辈子怎么过？我万珠沙华是最讲道理的。我说过不让他们在一起吗？如果海玲肯做情妇的话，我一点也不会亏待她。啊，半山那套房子，我准备给她住，那套房子值2000多万，她开一辈子好可都赚不到。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呀？有钱了不起呀？有钱就不用管别人的感受。从小到大，我怎么教你做人的？你怎么会变成这样？我有变过吗？这么多年来，你一直看我不顺眼。姐姐做什么都是对的，我做什么都是错的。你不要老是拿你姐姐来说，你姐姐不像你这么自私。是啊，姐姐最伟大了。就算没东西吃，只剩下1颗糖，她也会让给别人。因为有牺牲才有幸福吗？她就是听了你的话，为了生君豪，离开祝展辉，结果连自己的命都保不住啊！她就是因为听了你这些道理，你害死了姐姐。啊！你没救了。冰心，关于展辉和君豪的事，我应该跟你说声对不起。现在说会不会太晚了？君豪是展辉的亲生女儿，于情于理，应该由展辉亲口跟你说，因为这毕竟是你们夫妻间的事。我也有劝过他要向你坦白。其实说不说都是展辉自己的决定，我也很理解你这个阿姨的难处。我是真心把你当朋友的，希望你别怪我。不打扰你了。沙华，有些事情想问你。当年展辉跟你姐姐拍拖的事，你知道吧？我知道。你姐姐是个什么样的人？展辉没跟你提过我姐姐吗？有。展辉说这段感情伤得他很深，其他的就没有提了。其实他们是怎么相处的？我姐姐那个人很简单，不追求什么物质，所以她和展辉拍拖一直都是逛过街，去郊外走走。这一点跟展辉很像。
展辉这个人就喜欢看看书、做做运动，生活也很简单。那倒是，我听姐姐说，她和展辉是在附近一家书店相遇的，因为买书而相识。不过那家书店几年前关门了。20多年前的事了，有什么改变也不奇怪。也对啊，时代不同，被人淘汰也很正常。只有这家豆腐花店直到现在还开着。我姐姐呢，最喜欢吃这里的豆腐花，所以她和展辉经常来这里拍拖吃东西。展辉也很喜欢吃豆腐花，不奇怪，口味相似才会在一起拍拖嘛。哎，是展辉和君豪。你看君豪，真是越大越像我姐姐，几乎一模一样。怎么样？要不要叫他们？不用了。康康，回来啦！在吃什么？豆腐花，爹地买的。哎，老婆，回来了。是啊，买了豆腐花，一起吃。这家豆腐花很好吃的，就知道吃。功课做了吗？吃完就去做。啊，要不我进去做特尔米索，今晚就能吃。Hello， 顾先生。喂，祝太太，是这样的，我怕我同事填错资料，想确认祝先生最新那份保险受保人祝君好的英文名有没有拼错。哦，我叫他晚一点打给你，拜拜。喂，老婆，是不是有电话找我？康康，吃完豆腐花上去做功课。我叫你上去做功课。哦，上次是你说的，要加大康康的读书基金，要先算算账。这张保单，你一次性给了100万。君豪也是我女儿，这么多年来，我都没尽过做爸爸的责任，我只想给她一点补偿。你是回到香港才知道有这个女儿的，要说欠她的，应该是生她的妈妈。你能不能别再提了？当初我陪你在你最失意的时候爬上来，我很清楚那个女人伤你有多深。现在你一知道她帮你生了个女儿，就把什么东西都给她。你在说什么？莎莎都死了那么久了。她是死了，但是她在你心里还没死。你这么喜欢吃豆腐花，就因为莎莎喜欢吃，是不是？你怎么会这么想事情呢？你问问自己，你每一次吃豆腐花的时候，你是在吃豆腐花的味道，还是在怀念跟那个女人的一切？亲家，我昨天跟张律师吃饭，他们说我们的上市计划很顺利。我想曼玲现在一定在欧洲买漂亮衣服，等上市那天穿。一说到这个女儿，我头都大。她说要去巴黎看完时装周才肯回来，看来佩姐一定要奉陪到底了。身为男人，疼老婆是天经地义的，应该的。我看他们发回来的照片都很开心，那喜事连连不绝。等他们回来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正式公布上市计划了。干杯！干杯！干杯！对了，这瓶红酒呢很不错，如果不赶时间，我们慢慢聊，多喝2杯啊。那真是可惜了，我约了人，这顿饭呢就留给你们夫妻俩慢慢吃。先走了。好，好啊，下次吧。下次吧，再见拜拜。你那2个破解的贷款都被银行拒了，如果需要帮忙，尽管说。几个小时之前的事，这么快收到消息，让我猜猜，一定是 Kevin 告诉你的。哦，今天在公司碰到他，我
关心你，问了他2句。漏交了几份文件，小事而已，不用担心。啊，我忘了跟你说，我请了2个人去负责这2个 project。你那边人手不够吗？还是你想把食品那一块搞大一点？我是觉得 Kelvin 和 Patrick 不太合适，我会炒了他们。但是他们2个在食品和零售做了好几年，为什么突然炒掉他们？我万朱沙华是最讲道理的，做我的手下如果够忠心的话，我一定不会亏待他们。但是如果嘴巴不严，我一定会杀一儆百，绝对不会让第2个有样学样把我的事情说出去。OK， 这一块你负责的，你说了算。外人的事我当然会按规矩办，但如果是一家人，说法就不一样。下次有问题，直接问我就行了。能说的我一定会说。你问问自己，你每一次吃豆腐花的时候，你是在吃豆腐花的味道，还是在怀念跟那个女人的一切？沙华，我刚才看过门市的装修，应该来得及在这个月开张。不过我想过了，应该再开3家，这样才够气势嘛。还扩张，我们周转不过来的。我可以先拿钱出来，当我借给公司的。筹备这3家店的300万已经是你垫付的，我不想欠你太多。要不先让我想想。好啊。哎，今天星期6，下班一起吃饭？不了，你看，我还有很多事。怎么了？不开心啊？冰心？我现在每天回去都不知道怎么面对他。那倒是，如果他始终没消气，最好给对方时间冷静一下，不然见到面又吵架，很伤感情的。对了，你平时不开心的时候会做什么？以前在加拿大的时候会找朋友打打网球，不过现在香港没什么朋友，恐怕要改打壁球。打网球，我陪你。你陪我打？现在？没拍子，没衣服，没预约，怎么打？只要想做，怎么会做不到？没想到你说买衣服买鞋，就真的马上去买啊！真心想做的，没有什么能阻止你。喂，今天的场地明明订满了，最后怎么约到这个场的？在香港，没有钱不能解决的事。我从来没试过这么即兴打球。没事吧？没事，我扶你过去。痛不痛？真是不好意思，害你受伤。小意思，看你打完球心情好多了，受点伤也值得。Thank you， 不会打都陪我打。我真的打得很差吗？那倒不是，斗志你有100分，技巧就80。没错，总要留一点进步空间给自己。去吃饭吧。好啊。Sorry。没关系，换完衣服在外面等。来，过来坐。你冷啊？来坐。谢谢。很漂亮。我也是第一次看流星雨，听人家说对着流星许愿很容易实现。对了，为什么你会想来看流星雨呢？你以前看过？很久以前了。那你当时是跟谁看的？这么久，不记得了。去前面一点看。为什么要推开我？你不是忘不了莎莎吗？你还是很喜欢她。你把我
就行了？还是你终于发现，站在你面前的这个人是沙华？被我说中了。在这段日子里，你根本就把我当成了莎莎。但是我不明白，姐姐已经死了那么久，为什么你还是忘不了她？对不起，这段时间我每天都过得很痛苦，我很乱。我每次看见你的时候，我都觉得你是莎莎，因为你真的很像她。对不起，我不想听你说对不起。我只想告诉你，我真的很后悔当初跟你分手。这么多年来，我一直没有忘记你。沙华，我们以前在一起的时间只有2个月呀。2个月对你来说可能很短，但对我来说，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。自从你回来之后，我才更加清楚，我很喜欢你。我知道你也喜欢我，是不是？沙华，如果我知道你还喜欢我，我不会找你的。Sorry。既然你已经清楚我不是莎莎，你能不能把我当作沙华，爱我一次？对不起，我不能接受你的爱。到底我哪里比不上莎莎？莎莎已经死了，我跟她已经是过去了。我不想伤害你。我现在最爱的人是我太太，冰心啊。